嗨，我是陆老板。我们遇到一个真实的求助案例，女粉丝说她暗恋的人是公司的同事，然后他们之前都只是在公司的大群里面群组聊天，但是呢，最近因为一起负责一个专案的关系，他们终于加了1对1的 Line， 所以可以跟他私讯哦。然后呢，他就想要约他出去，可是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你有暗恋同事的话，这一集一定要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哦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聊天实况哦。他们前面在聊什么健身运动相关的话题，然后男生就贴了一张他假日出去爬山看到的风景给女生，然后女生就说风景好漂亮耶，有空可以一起去走走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女生的出手蛮自然的啦，就是请大家要学起来，看到好山好水好吃好玩，就是直接都说哦，下次我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梗，因为这个是约起来最容易的事情，就算你觉得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好玩，重点是他嘛，所以你不要觉得看起来很无聊你就算了，重点是说哦是哦，我也好想看看哦，或者是还是下次我们一起去，就是你一定要搭这个东西就对了哦。然后呢，男生是先回复了前面的运动相关的话题。哦，我都是去楼下健身房运动，又跳到就是刚刚前面在讨论的，他们在讲某一个同事。哦，对啊，他好像都是要花时间运动，然后要做很多公司的事情，他感觉很忙哎。然后因为大家都会一直按那个回复留言，一个这样子回，然后就会同时聊两三件事情混在一起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才回女生刚那个有空我们可以约的那个说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约啊。重点啊，有了嘛？好啦，就是有了啊。那到这里是不是直接把握，直接约时间了？对啊，对，因为他就已经说哦可以啊，好，那是我就会直接说好，那这个周末还是什么，我就会直接开始讲时间，有空时间都丢上去，对，打蛇随棍上嘛。但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来了，女生怎样回？又从他刚刚的第一个开始回哦，所以那你现在还会继续去楼下健身房运动吗？然后第二个又继续回，对啊，他真的是又要运动又要工作，真的是行程满满哎。等一下。重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1、2、3，然后最后这个才要在第3个讲？如果是我是完全不会理刚刚是什么同事、什么健身房，忽略，对，模糊不清了，这些都看不到了，我直接就说好，那周末吗？不是这个表情，为什么还要在1、2、3照顺序回啊？他心里非常压抑自己，对，他很激荡，但是他要讲明明很激荡，然后还要先从第1题开始过，然后就是我终于来了第三题，对，然后明明重点在第3题，对不对？这里真的是错误，大家千万不要学哦。只要遇到关键话题，你就是直接忽略一切，针对这个地方攻击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又还继续回复刚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，那些本来就是不重要的啊，那些本来就是拉塞，对，为了要约你出去聊的话，对，你以为我想聊那些啊？你以为我想聊那些东西，还不是想办法先跟你混熟，然后聊到一些可能有相关，我们就能约了嘛。所以一旦进入核心重点的时候，那些就不要再讲了，不重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些其实反而是不要再讲，但是你们碰面的时候讲。你又把它讲完，你现在没话题，对你现在来把它讲到完，然后你见面才在没话讲嘛。你是不是那些就干脆起个头，但是没有讲很多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就可以说，对啊，你上次讲那个谁谁，他真的是很厉害他为什么都可以又要做专案报告，然后他又都有在运动，他怎么办到的啊？什么什么，你们就很多话可以聊，你不用在文字上面硬要聊完。好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学到哦，只要开约的时候，前面的话题立刻停止。因为你只要回关键的这题就好了，你明明3句话都一次读完，你已经有看到那句可以约的重点了，你就只要回他第3句就好了，不要再从1、2、3开始回。你现在是在考试吗？你有一题没回是扣分吗？ Number one 从 Number 1开始写，不准跳题，就是不会扣分。这是聊天，这不是考试。你不要一直觉得有一题我没回到不行，拜托。因为如果人家这样跟我聊天，后面还扯这么多东西，然后那个热度已经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热度会没有。而且也会觉得好像你还是先回别的东西为主，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重要。那你们其实也很难转暧昧，因为你们就会官方说法1对1这样回。你就是要把握，然后才会觉得你好像很 focus 在这个，那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才会开始有点激荡。对，太老实了，对啦，太乖了啦。重点要先回，我都比你急了，真的是帮你回，拿手机来乖，手机拿来帮你打啦。然后男生是不是说好啊，我们可以约啊？然后女生是回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好，这边又要再提醒大家一个问题，一旦进入开约，然后如果是你约的，只要你是身为主动方，不要再丢一个开放性问题去给对方，你一定要直接把时间定下来。例如我刚刚讲的，那这个周末要周6还是周日呢？给他选择题，不要给他申论题。怎么又变成考卷？就是你问的，而且是你要约的，那麻烦主动约的这一方就给日期，给他挑，不要又丢回去给他说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那你又变成被动方了嘛？主动方就一直主动到底，事情会比较瞧得起来。不要又要主动，可是又要再让对方主动。
他可能就还没有喜欢你，对你没有好感，你是要他怎样啦？主动什么啦？对，他不会主动的，所以你给他这个开放性的话题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，你就是直接给他选比较好。要记得成功率最高的方式就是直接给对方选择题，那人们通常就是会选一个，除非他真的不行。所以如果你跟他说6还是日，他可能就说那礼拜日好了。那如果他真的6日都不行，那顶多你就说那就在下个周末，至少你一定会很快就可以把时间定起来。对，好，那不要给他一个开放性话题，又让他这边想老半天，赶快把时间定下来，因为定下来就稳了，其他其实就是没那么重要了嘛。接下来就准备约会。对，就是只要专心准备约会就好了。你不是缺网友，要记得你是缺男友。重点不要放在网络上聊天，是赶快约出来把他变男友。哦，不要在那边开放性话题一直聊了啦，收敛起来，然后把他抓起来啦。收网了。对，要收网了，收网了。结果后面对话记录是什么？男生好像误解了女生，因为他竟然回女生说：“好啊，那我来约看看大家。”天哪！等一下，完蛋！我从头到尾有在讲大家吗？没有。我是不是说不要扯那些同事了？我以为你想要找他有兴趣。对，因为你们刚刚前面就是在聊什么健身，聊其他同事，然后结果你说我们有空可以一起的时候，他那个我们好像不是我跟你了，是我们这一群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群做专案的小组，可能搞不好5个、6个、8个，所以这一点就可以发现，男生对你真的还没有意思。对吧？他就是很正常的把你当同事在聊嘛。对，那所以你更不应该让他有误解的空间嘛。对啊，好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我可能就会说啊，要约这么多人哦，可是我跟大家没有很熟哎。然后嘞，就等他回。看他回什么啊？所以这又是一个开放式，这又是一个申论题。对，所以要记得主导权。我先喜欢你，主导权要握在自己手上，不要又丢回去给他，让他决定。因为他的决定有时候就不会往你要的方向去，因为他对你还没喜欢嘛，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抓不到，越来越失控。风筝呢？对，所以一定要盖一条路径，让他往你的路径走，知道吗？然后最后就可以 catch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会直球对决。我会说，可是我只想要约你。你好敢哦！我就这样子尖叫弹出去啊，就是一边讲啊，也是盖起来要躲，然后盖起来，假装没这件事情，然后赶快去上厕所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又在那边。要不要开？要不要开？你就让那里回了吗？有回吗？就是还蛮可爱的啦，而且你已经打出去了，所以至少你就有成功率了。对啊，你就是至少你是敢的那一种啊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就有讲过说不要畏畏缩缩的，你现在是你想把它，你这样怎么把得到？对啊，宁愿自己在那边啊，至少按出去，对不对？先不管嘛，对不对？豁出去了嘛。大不了就是再收回来就好。没有啦，反正就是要敢，你要追人，就是你一定要敢，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。只要你想主动追对方，你就不敢追，不然一定追不到。好，结果女生呢，她竟然自己说，那算了，但我没说好了。我的天哪！你刚天，对啊，都崩塌了。你下次要再兜到可以约他出来的话题，其实有时候又不那么容易了，因为你们已经先破一次局了。那这样一切都前功尽弃了，真的是。你这样子下次要约他又要再重铺一次，那不累吗？他都已经快要你又放弃，好可真的是。惜哦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放弃？”我就很替他难过。他说：“因为他看起来就打算去约大家啊，然后我不想被其他的同事知道啊。”怕人家觉得我好像对他有意思，干嘛自己约他？所以我就想说，赶快打退堂鼓，当做我没说好了。我就说，那你说了，当我没说好了，你是要对方怎么回啦？他是还能再说什么？当然一定就没了嘛。对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当时我就是太紧张了，就丢了，打错牌了，怎么办？明明一开始就是我主动约的，然后他却把他导向变成要约一群人，让我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其实有在婉拒的意思啊？会吗？这会不会多想啦？这会不会超意啦？直男应该不会这么拐弯抹角吧？就是女生觉得你是不是其实听得懂，但是你在婉拒我？可能女生会这样做啦，那男生我不知道你说女生就会故意在那边说好啊，那我们就约其他人一起。如果我不想跟这人单独的话，又拒绝不了，可能所以这是女生常用的手法。对。然后女生自己就觉得是不是我也被这样子用？对，有可能。所以他就整个加起来那个情绪就丢了这样子。那我是跟他说你不要管对方是怎么想的，他如果要婉拒，也要等他说出可是我真的不想去，或者是我最近真的很累可是我不想什么，讲出这种里面有含不的东西，不想、不要、可能不行等等，这种我才会解读为婉拒。只要他没有主动说出来，你都不要自己小剧场去脑补，可是他是不是怎样，除非你就死心了。不然你还不是后面在那边，那我要怎么再约他出来？还不是一样？对，那你不如那一次就还是把它解决了吧，就干脆直接约了吧。太很准。对，不然你鬼打墙只会更久而已。
所以千万不要是你自己觉得他是不是在玩具，要玩具就让他自己玩具。好，大家前面一定要看这一集哦，暗恋聊天的实战攻略，这集里面就有讲到，千万不可以自己退，也要等对方真正的拒绝你，才追得到对方哦。所以此题到底怎么解啊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说，要不要先约我们2个人啊？我就直接讲了，我就直接我们2个人了，然后之后我们再约别人啊。那这个周末怎么样？先解决你对于一群人的误解，先直接说要不要先约我们2个人。好，然后如果你又要扯其他同事，那我就说那之后我们再约其他人，让你不会再有一个疑虑说，可是这样子没有约别人好吗？好，1、2都各有心机哦。然后3，这个周末怎么样？时间继续定出来，直接全部都3句话，快很准，对，很准，对，不要就在那边。可是这样子没有约别人会很奇怪吗？我就搞不把别人了。对，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在他说他约一群人的时候，就在那边说，是哦，可是一定要约那么多人吗？但因为可能就是我跟谁谁还不熟，或者是谁他会不会没有空什么，你们就会在讨论谁有没有空，谁行不行，那边浪费很多时间。所以我一开始就会直接说，哎呀，要不要先约我们2个人就好？那之后我们再约别人，那还是这个周末，你觉得怎样？1、2、3直接处理掉所有的事情，而且针对核心问他这个周末怎么样。我就是要先把时间定下来，1对1就是要定下来，就是要跟他约会，心意已决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然后记得就是要很轻松的讲出自己可以的时间，就是例如这个周末怎么样，然后就把时间定下来，就稳定了，就可以达到2个人去约会的目的了。见面之后就要一举把他擒获，就不要再管什么以后还不要约别人了，就后面就让他不会想再约别人了，那些都不重要了，好吗？先出来再说。对，好，这集聊天攻略新闻有帮到大家，祝大家恋爱顺利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哦。